电商大小事，带你了解最新电商事，跟你分享11月18号到11月24号的3则电商大事。第一 ，Perplexity 推出 AI 购物功能，那这是一个工程，就 AI 开发会用到的用语 ，Perplexity 可以整合物流资讯跟信用卡的新功能哦，让美国 Pro 的订阅者无需跳转网站即可完成购物。但我并不看好他们未来的发展，因为他们可能面临被大型企业像 Google、Amazon 收购的风险。第二，全联电商改名，未来叫做全电商哦。全联旗下的电商平台改名，并计划进一步拓展其服务范围与商品种类。那目前已经涵盖了1100家门市及15万种商品哦。那目标要将商品数量拓展成50万种。第三，恭喜中华队夺冠。那个你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应该都过一阵子了，但就这样，写稿当下就刚赢。好，中华队在总教练曾豪居的领导下，首次夺得世界12强棒球赛冠军，为台湾棒球史写下新的一页。而趋势科技有蹭到这波的热度，用全公司放假一天的贴文获得大量关注。可惜小编没有在贴文底下贴一个什么商品连结。他们不是资安吗？不是有一些资安包可以用嘛？大家就可以吃到这波流量。记得关注加爱心，我是电商通灵城，你以后做电商会用到。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影片，我这个节目会跟你分享上周在电商领域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那我会挑选3个我觉得重要的新闻，并且跟你分享我对这些新闻的看法，让你轻松掌握电商脉动。这一集我们讲的是11月18号到11月24号所发生的电商新闻来，第一个新闻 ，Perplexity 推出 AI 购物功能。简单讲一下这新闻，Perplexity 宣布进军 AI 电商，推出让美国 Pro 的订阅者可以在网站页面直接购物的新功能，就是你用 AI 问一问那选什么，然后就他帮你去刷卡购物这样，整合物流资讯跟信用卡，让用户无需跳转到网站即可完成购物。我是这样看这个新闻在讲这个新闻之前，要先聊一下 Perplexity 这个 AI 搜寻引擎在干嘛这个跟 ChatGPT 这种 AI 模型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们就只做网站搜寻的功能。例如说，前不久不是中华队拿到冠军吗？那你那个时候想要飞日本看比赛，你就可以透过 Perplexity 去找他们在哪里比赛，那种很即时的新闻。功能很类似 ChatGPT 的 ChatGPT Search， 但它比ChatGPT 更早推出这个功能。好，讲完这个背景接下来我们来聊这个功能。总之就是可以实现我们之前讲的，你跟 AI 说你要买一双红色高跟鞋蔡健雅的歌，然后它就直接帮你下单，送货到家这样。那因为这个功能还没有正式开放，所以未来也不知道怎么样。但我一看先猜它会被 Google 或是 Apple 整晚端走为什么？因为这个功能落地的关键是好不好用。什么叫好不好用就我假设你现在买一双红色高跟鞋，就它跑出来的商品页面都是你没听过的网站，那你要不要买？所以它要出现以美国来说就是要是 Amazon， 那至少在这个东西要在 Amazon 上架或是一些独立站比较知名的你才会敢买那 Amazon 会跟你签约吗？我才不会，因为这间公司不够大。Amazon 更可能的做法是怎样？把它买下来。台币战士又来了资本的玩法。那个大家都在美国科技巨头都在 AI 这个领域狂奔那 Amazon 自己也是相当大力度在投资 AI 的基础建设，因为他们自己就有那个嘛，这个 Amazon 的 Cloud 的业务他们整合 AI 是很理所当然是，而且目前看起来他们是落后的那整合在他们自己的 AI 业务里面会更加的合理，所以他现在的处境算危险就待价而沽就可以了。你看之前他还可以靠搜寻功能招摇过市，结果 ChatGPT Search 出来，他明明先出来，可是人家就说这个才是正版你那个是伪物，这样直接让搜寻的业务不能玩。AI 购物的功能如果不趁早卖给大公司，等人家开发以后又重演一次就不用玩了那所以我是不乐观我认为它这个发展又昙花一现，很快会被那个科技巨头给买断。第二个新闻，全联电商改名，未来叫做全电商简单讲一下这新闻，全联旗下的电商平台改名了要叫做全电商，然后说明年要继续拓展。
今年10月已经有1100家服务的门市，会员数量有70万名哦，那商品数有15万种，预计要拓展到50万种，并且今年的业绩将会有80%以上的成长。我是这样看这个新闻的，蛮猛的哦。小时达就反正就是你点全联，然后那个外送骑手帮你送，很快哦。是什么时候问世的？它全联推出的服务叫小时达，然后屈臣氏他们叫什么闪电送啊，那名字都不一样，反正就是要么跟熊猫，要么跟 Uber Eats 他们配合外送骑手，让你30分钟可以拿到货。全联小时达什么时候问世？2021，现在2024。它可以做到这个成绩，就是说背后是全联在支持这个业务这个快送，但还是很猛啊，真的是很猛啊那这个不然你看家乐福怎么做不太起来那反而都是这个全联在那边猛爆性成长。这个改名绝对是因为后面会有大动作才会改名，对啊，一般来说改名是这样，大破或者大利不然业绩做得好好的，消费者都认这个 logo， 你干嘛去改那个东西？所以我未看先猜，就是为了 OMO 的布局，不管是最刚开始的小时达，还是后面改名的隔日达都无法让人家记得这叫全联体系。那既然叫全电商，蛮好联想的那改了名字以后，之后做 OMO 虚实整合的话，也会方便非常的多。第三个新闻，恭喜中华队夺冠。你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已经泪隔了啦，因为我在拍影片的当下都算泪隔了，但写稿的当下就刚赢嘛还是很过瘾这样。简单讲一下这新闻中华队在总教练的领导之下，首次夺得世界12强棒球赛冠军，为台湾棒球史写下新的一页那我是这样看这新闻的，与有荣焉嘛，对不对？中华队赢了是真的很赞。那我猜网络上针对中华队的各种分析跟评论，你应该也看到不想看了所以我们还是回归本业聊电商，讲一下这是谁出来蹭然后蹭的很好的跟谁蹭到翻车来卖的好的那当然是Team Taiwan帽 T， 一件2180，预购8000件，现在开始第2批预购。到我写这篇稿的时候，据传已经7万多件没办法陈杰宪就是穿这一件谁不买单？这是国家英雄就跟着买就对了那个帽 T 需要2180嘛所以里面包含这个成本多少钱，行销广告费、宣发费什么的多少钱，那台湾价值多少钱，对不对？7万多件，你算一下那个营业额。那蹭的好的是谁？趋势科技对，连电商都不是被防毒软体不能讲防毒软体，应该讲要资安资讯安全的供应商被他们赚到了。庆祝夺冠，全公司放1天假。然后这边贴文有快2000个赞，300多个分享，但我认为他蹭的还不够，果然不像电商人如果是发文的小编，他就应该在留言区直接贴一个趋势商品，什么线上防毒新手包、体验包什么的商品连结蹭一波销售，甚至那个着陆页赶快做一做那个产品名称赶快换一换什么庆祝台湾夺冠在那限时特惠怎样那蹭的不好的是谁？就翻车的来你看标题我念一下贺中华队夺冠，商家推1赞折1元，走火破 1.7 万赞，偷改活动规则遭网友炮轰。是谁我就不讲，反正发一个贴文嘛，就说几个赞，商品现折多少钱，就 1.7 万个赞结果他就输不起就要改游戏规则搞到上新闻。这个就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世界很险恶之前不是很多贴文都有类似的，什么给老婆发年终1个赞就10块，网友大力帮忙有点那个就好玩看人笑话的感觉，那么传那么弄，就好几万个赞。最后老公出来跪求大家放他一马，网友集体的力量还是蛮我也不知道名气可用吗？然后网友时常会发生的就是把事情搞砸之类的，风向还没好这边乱讲之类，不知道。好，来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11月18号到11月24号的3件电商大事。第一个 ，Perplexity 推出 AI 购物功能。第二，全联电商改名，未来叫做全电商。第三，恭喜中华队夺冠。讲八卦，讲八卦。我今天提到一个那个工具的名字叫 Perplexity 这个你很陌生，你应该很陌生，台湾应该没有人熟悉，而且很新嘛，有熟悉都是阿迪很猛这个你要去用用看，这你这样去用看。但是你可以不用花钱买它的 Pro 的会员， Pro 的会员就比较强，你可以调用什么什么模型这样。
我自己用了哈，而且我现在打开它的那个时间，我还比 ChatGPT 久哦。Perplexity 是这样，它是一个搜寻解题上特化的 AI， 不是要解什么数学题目、证明题，不是那个，是我等一下描述给你听。然后先说你不用买那个 Pro， 它一天会有5次让你用那个 Pro 那用我的用法是用不完的，不是什么作弊，而是它这个 Perplexity 我已经测完，就是说你叫它写文章，比方说我把这篇稿子丢给他，我叫他润饰那个文笔，他乱七八糟，出来乱七八糟。可是你问他问题，然后他回答，他会综合好几个 AI 大模型，然后弄一篇好好的稿子给你，繁体中文也行。而且你问他的问题，反正就是你这样交流以后，你可以把它拼起来就变成你自己的 AI 问答集。然后那个问答集就被做的好像是论坛的帖子一样，你自己会有帖子。然后那帖子还有排行榜，你可以去看世界各地的网友问了什么很精彩的问题，然后变成一个问答集。然后我为什么说我推荐你去用我非常喜欢它的一个功能是这样，就是你问他一个问题以后，对，这个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用 AI 很怕出现幻觉就是说他跟你讲义正言辞，数据什么通通都有，然后其实那个资料是他掰的。Perplexity 它做搜寻特化就是它真的会有来源的文件，而且来源文件是 PDF 档，它都能读，就这样。所以你使用它，你至少可以过了所谓的那个资料正确，来源正确的这个关卡。光是这点你做报告就很需要了，对不对？我直接表演给你看好了，你就问他几个问题，比方说台湾电商的某某接下来的业绩表现将会如何？好，就问这种产业就上班要做报告了，不要再问什么金鱼在海里会不会放屁这种问题，我们就问那个工作相关，然后他就会调用搜寻引擎。他能调用搜寻引擎的意思是，他能读到新的资料，然后他会列给你他的回答。还没结束，它底下会有更多是说变化球，就很像你查 Google， 它底下不是会有建议搜寻的，可能是这个东西换个问法或是延伸，对不对？他的这边做得非常的好，他大概会列5个，就是延伸你这个问题去问的东西，他帮你问，然后问得更加专业，然后你就点了之后，他又帮你列新的，比方说以我刚刚说什么某某未来业绩好不好，然后底下会出现的问题，大概就是说目前某某在台湾有几个主要的竞争对手，对不对？这就是延伸啊，我都没想到他会帮你想。那是因为电商这个题目我熟，那你也可以问你想了解但不熟悉的领域，就这样问，然后你每问一题，它底下会帮你延伸出来。它帮你延伸出来之后，你去看它帮你延伸问题，我靠，真他妈合理。那你还可以回头去看，因为你这样一直往外走，已经到了一个地方，那我想要调回第3题那时候的2号候选人的额外问题，可不可以？可以，你就滑上去，然后点，然后就弄。好。这就是它的一个用法，而且都有引用来源数据就是 PDF 在哪里找的，它都有这样。然后你可以限制它只找什么近期的资料，像我们常常看一些统计嘛，然后动不动调出来什么111年，然后不要那个太旧那你可以限制它找资料的范围，它找资料比我强好多。好 ，OK， 那我刚刚提到这个延伸的问题你去往上看我发现了它一个很有价值的地方，非常有价值的地方，就是第一次用我就觉得说这傻小，这真的很厉害吗？但是我越用不对劲为什么？因为此时我们在综合另一个东西，有一种东西叫 Mind Map MIND 空格 MAP 就心智图。心智图你知道吗？就你不要写表格了你不要慢慢工整的写，你先写一个你心中所想，然后延伸出去。比方说，你就自己做一个练习你说收入来源，好，就收入来源，然后往外你现在有工资收入，你现在有虚拟宝物的收入，你现在有什么的收入你现在有股票股利的收入，股息的收入，你就把它列出来，它就变成像网一样往外延伸。那种心智图你有没有看过？好，我为什么特别提这个？是因为 Perplexity 它的相似发问你可以自己做一张心智图，你先问的问题核心在这里，然后它的那5个延伸问题，你把它列在心智图后面。再各自再去延伸，再列，在第3层，再往外走第4层，反正它每个大概都会生5个相似的问题给你。有的会过于相似等于说它是列5个没错，只有3个有用。好，那没关系，照列。你只要列到第3层你就会发现你的那个心智图蛮完整的。
不敢说多深入啦，但是它可以做到一件事情，就是迅速了解一个事情的体系，迅速了解。这个方法是这样，你不要第一层哦，那你就开始读它的东西，然后第二层每个都读完才去写，不用，你等它跑，你先不要看，等它跑，然后再把第二个给你推荐的第一梯次的5个延伸问题就贴到心智图，然后再去先抓完第2梯次的5个延伸问题，你先把你的心智图做出来，再回来慢慢看内容，好好看，好好看，真的是就是你可以超级快速的去了解一整套行业。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说很像我们在用搜寻引擎，我要知道我才能问。搜寻引擎用法是我要问问题嘛，对不对？但是我对那个东西不了解啊，你要我怎么问？所以我们要加入了很多有的没的形容词，那有的没的形容词的话，又可能会误判。我举个例子，就是我要买一种木工在用的东西，木工啊，就是他们裁完木板或是干嘛的时候，那个边边不是都是毛屑嘛？比方说这个桌子，你想想看，它是木板，你裁下来不是有那个毛屑在边边吗？所以通常木工会怎样？会做一个东西，就是去拿一个。它那个角度有很多直角的，然后有弧度的然后怎样的都有。那个东西我现在知道它叫什么，它叫倒角刀片倒角就颠倒的倒角刀片。然后你就这样子贴着你的木的那个边缘，刮过去，其他都美工刀片这样镶上去那刮过它的毛屑就被你刮下来了然后之后再拿砂纸磨一磨那你要包美耐板什么的你就去包，或你要喷漆什么的都，反正去毛线，但是要倒角去毛边。可是你在不知道这个道具木工道具叫什么的时候，请问你在 Google 上你要买这个你要怎么发问？我要是知道这是倒角刀，我就把它直接找了，对不对？那我就不知道这东西叫什么，我只知道它形状啊，我只听人家描述啊，然后呢，人家老师描述拢就含糊的不要你摕迄刀甲录录安就好，妈谁知道那我现在要去买那个东西，我不晓得它叫什么啊。我听他们讲很多你买一台 PR2就好啊，什么东西？雷射，然后它可以吸在墙上我莫名其妙，还有这东西用吸的真空吸。那我要去买那个东西，你知道怎么搜寻吗？我不知道，我连关键字我问 Google， 我关键要下什么都不知道。但是 AI 就可以这样子用。AI 的用法就是说你就乱描述给他帮你去猜，然后它底下的延伸问题 perplexity 它就可以帮你问出你没有想到的题目的问法，然后你去做你的心智图，你可以快速了解整个行业，也不是说整个行业，就是说你可以快速的了解这个东西的知识体系大概长的模样，这个都有帮助很大，真的帮助很大啊。我们看电商不是看很多，而且我们电商本来就是会接触到各行各业嘛，像今天在讲全联。好，那全联作为台湾最大的通路商，他们的 business model 大概是什么？那我只是隐约听说他可以玩账期就是怎样这些东西，我不知道怎么问，我又想了解这个又没有一本书叫全联的什么什么，如果有了它也很过时，怎么办？也不是 ChatGPT Perplexity， 你就去问他，然后做你的心智图，你很快的了解全联这间公司，它大概运作大概是长什么样子。非常的快，这是目前我所看到去了解一个知识的体系，我们也要做研究说大略了解一个知识体系很稳当的方法，因为它列给你的那些参考数据确实都有来源，都有 PDF 档，很推荐你去用。它具体可以用在什么地方呢？做 PPT 做 PowerPoint 要报告的时候，你想到什么问题卡住，你先问他他提供给你的资料他可以帮你极大程度的去润色你的那个 PowerPoint， 你要做报告给主管看或是什么。比方说我乱讲以行销电商界行销人很常会遇到的题目，接下来要推什么行销促销活动下个月的行销促销活动是什么？拍着脑袋想就是下个月圣诞节来推个圣诞吧，有没有更好的做法？那往年的业绩是怎么样？我这个甜点蛋糕品类推圣诞，我的打法是怎么样？那我要怎么规划出一个相对完好？那个主管一定要你做报告，对不对？你为什么推这个？预期怎样的弄一堆，你可以去问 Perplexity， 你去问他说，那个请提供甜点蛋糕业台湾市场地区历年在电商中的表现怎么样？你随便问他，然后借由他的延伸问题去收敛或去发散你的路径。你会很快的了解甜点蛋糕在台湾电商，在
特定节日，比方说圣诞节，大致上的全貌都比自己猜还要准确很多。好，我大概读一读了解了以后再去做那个 PowerPoint 会很厉害。那个主管会吓一跳，我靠，妈的，再下去感谢你是我主管，引经据典哦，你去玩玩看 Perplexity 哦，那它真的是让我们这种凡夫俗子哦，然后又忙，时间又很零碎哦，那可以很迅速的去了解一项专业知识大概的模样哦，大概的模样，连装潢都可以啊，因为我帮你试过了，所以很推荐给你 Perplexity 去玩玩看，去玩玩看。至于它是什么帮你绑信用卡购物，那个是想当然了，以后 AI 必备的技能，这是都还好那你去玩玩看，我非常的喜欢它的帮我延伸问题，问出我根本不知道我还有这样的的这种问题然后迅速掌握一个行业的全貌。我想了解台湾医疗器材，因为听说很赚钱嘛，然后医疗器材行业每个都在哀自己不赚钱，屁嘞那我想了解看看。我连我要怎么了解，我要怎么问我都不知道，对不对？请介绍一下台湾医疗器材产业在电商中的发展大概是什么情况。好，然后就一直去看它的延伸问题你就这样弄，我跟你说，1个小时之内你大致了解台湾医材在电商领域的模样，非常到位。你上班那个真的要装忙摸鱼的时候，你来摸这个因为它看起来会让你远远看你工位上看起来你还是很忙但其实你在查这些东西，很好玩，真的很好玩。你可以查你的客户的行业或者怎么样，速度会很快会比以前东猜西猜，然后开会的时候听人家讲一个八卦又听到一个什么传闻还要精准非常的多，而且它可以去抓最新的那个搜寻结果，就几乎是即时的，我真的认为很棒。要是我学生时代就有这个东西的话，不可同日而语推荐给你。现在的电商平台之间竞争激烈，除了你熟知的虾皮、PC Home、Momo 以外，外国的电商平台也对台湾虎视眈眈。除了酷澎大军来袭，还有SHEIN、抖音小黄车、全球速卖通 Temu， 他们都在偷偷伸出触手，要来抢台湾市场。而对于我们这些品牌商来说，最可怕的是现在这些巨头在神仙打架，你只要被插到一点非死即伤所以我建议你快点跑再晚一点你可能都被逼着参加斗价钱的战场，想逃都没有办法逃。只有盖好自己的品牌官网，培养自己的忠实会员，才能够创出高的毛利这才是避免伤亡的最好方法。如果你现在正在找一个实力坚强的电商系统来帮你架设品牌官网，我推荐你 Cyberbiz。 我们除了官网仓储跨境 POS 能一次搞定以外，现在还能够发动电子票券或是30分钟机车快速到货，让消费者更难抗拒你的行销活动。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大品牌都喜欢配合我们 Cyberbiz 电商系统的原因。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那你就填写资讯栏的连结那填完资料以后，我的同事会跟你联系，电商相关的问题应该都回答得出来，因为我们经验蛮丰富的。最后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分享更多电商资讯给你。我是电商通灵城，我们下集影片再见。